曾小雅和堂兄弟妹们都关系好，还有表兄妹们也都处得好。就是他们曾氏的族人，哪怕出了五福的，因为都是当医生的，也都保持着密切来往。他们有一个大家族群，平时大家也会在群里讨论医学难题。长辈们见得多，有经验，就会在群里无私的贡献经验，指点他们这些年轻的医生。楼上传来了脚步声，两个人扭头看向楼梯，看到是宝宝和苏萌两人，边揉着眼睛边下楼。宝宝，你们俩睡醒了？战月等两个孩子下楼了才问。还想睡的话，再睡会儿，别打扰他和小雅单独聊天呀，他还没有好好表现呢。八叔，我睡醒了，不睡了。乐乐和贝贝还没有起来吗？阿萌，趁他们俩还没有起来，咱们出去玩吧。宝宝觉得没有两个小跟屁虫跟着，他和苏萌能玩得更开心一点，带着弟弟妹妹，他总要分心去照顾弟弟妹妹们。我饿了，八叔，这些点心真好看，八叔，我们能吃吗？苏萌却揉着肚子喊饿，他挺喜欢吃点心的，不过爸妈不让他天天吃，说吃多了容易长胖。他这么大的运动量，哪里会胖呀？天天吃那么多，只要在外面闹腾上几个小时，早就消耗干净了。每天还要练功呢。可以啊，八叔新鲜做的，你们尝尝好不好吃？战月端起一碟子递到苏萌跟前，曾小雅也赶紧招呼两个孩子吃，还告诉他们哪一款更好吃一点。苏萌边吃边说道，我知道，只要是战叔叔们做的点心都很好吃，比我爸好多了。我爸做的点心做得很好看，但是吃起来味道就差远了，属于中看不中吃的。战月笑道，那是我们的厨艺比你爸好多了，所以你爸最喜欢过来蹭饭吃。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大哥和苏南还有陆东明三个是铁哥们，铁得很，好到不分彼此的，所以那两个人经常来战家吃饭。可以说他们在战家吃饭的次数，比他们在自己家里吃的次数还要多。如今苏猛完美的继承了他爸的习惯，有空就喜欢往战家跑，在战家又吃又住又玩的，简直把战家当成了他真正的家。哈哈，这小子可是说过以后要娶贝贝的，真让他如愿的话，等于他是提前来老丈人家里搞好关系了。战印是既要养大自己的女儿，还要养大女婿。八叔还做了你们小孩子喜欢吃的点心，要不要给你们拿点？要，八叔，快去拿来，我要吃。战月点一下苏萌的额头，你吃那么多，回家后可别被你爸妈说。晚餐要正常吃哦，不能吃了点心就不吃晚餐。苏猛说道，现在才几点呀？等到晚餐时间，我早又饿了。八叔，你今晚多做点好吃的，保管我给你吃多多的。曾小雅笑道，小孩子总是奔奔跑跑的，消耗体力大，饿得快。战家没有给电子产品小孩子们玩，他们要么玩玩具，要么出去奔奔跑跑，不像别人家那样总给电子产品孩子们玩，玩上瘾了也不爱运动。战月回厨房里拿了些他专门给孩子们做的点心，苏猛一连吃了好几块，又喝了一杯水，放下杯子就对战牧尘说道，宝宝，走，咱们出去玩。我看到八叔后院的树上有鸟窝呢，咱们爬上去看看有没有小鸟的。战月没有阻拦两个小家伙要去后院爬树，只是叮嘱他们要注意点，别从树上摔下来了哦。就算有小鸟，你们也不能抓小鸟，看看就好。知道了，八叔，我们出去玩了。苏猛拉着宝宝跑了。曾小雅看着两个孩子快乐的背影，说道，童年真好，无忧无虑的，很快乐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孩子们，我们小时候想着快快长大，长大后却觉得还是童年无忧无虑更好。童年就是要快快乐乐的，我们小时候也很野的，在山庄里爬高爬低，也会跑到山庄脚下和工人的孩子们一起玩。他们儿时的玩伴，有能力的已经进了战氏集团上班，能力一般般的就留在山庄里做事，帮忙打理那几座果山或者山庄脚下的花田。
以前苏南哥也经常往我家里跑，现在他的儿子也是这样，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最好的哥们了，希望他们的友谊长存，像我哥和苏南哥一样。会的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如同亲人一般了，感情深。小雅，要不我们也出去走走，顺便看看两个小家伙爬树掏鸟窝。曾小雅起身，走呀。两个人便跟着出去，往后院而去。苏萌两人还真的爬到了树上看鸟窝。宝宝，鸟窝里有小鸟吗？战月走到树底下，仰头问着侄儿。宝宝答道：还没有小鸟，不过有2颗鸟蛋。我们爬上来的时候，窝里还有鸟的。看到我们爬上来了，它们就飞走了。八叔，鸟爸爸、鸟妈妈还会飞回来的吗？我和阿蒙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，都没有看到它们飞回来，它们不要蛋了吗？战月好笑的道：你们在树上，它们哪敢回来？快下来吧，等会儿让你爸妈知道你爬树，小心揍你。两个孩子哦了一声，哧溜哧溜的就从树上滑下来了。那熟练的动作，那速度，一看就是爬树的老手。平时没少偷偷爬到树上去，然后他们又跑去荡秋千。荡完秋千又要比试换脚功夫，战月由着他们俩比试。反正两个都是同一天开始学功夫的，进度一样，就看谁的力气更大一点了。战月让曾小雅坐在秋千上，他轻轻地推着秋千。他们俩在比试，你不怕他们俩受伤？比试中受点伤怕什么？他们还那么小，力道有限，就算受点伤也是皮外伤，晚上擦点药油就没事了。他们俩一起读书，一起练功，一起学琴棋诗画，让他们比试吧，一刻都停不下来的。曾小雅看向那两个打得难分难舍的孩子，她没有学过拳脚功夫，不懂，问战月，谁会赢，不分伯仲的。战月对自己的侄儿很有信心，也不会轻视苏猛。苏家的孩子拳脚功夫会更厉害一点的。果真10几分钟后，两个孩子停了手，都躺在地上，气喘吁吁的，谁都没有输，也都没有赢，只能说是打成了平手。好一会儿，宝宝从地上爬起来，走过来就对曾小雅说道：曾阿姨，我能跟你一起荡秋千吗？可以啊，曾阿姨，我也要做。苏猛跟着跑过来，也想做秋千。曾小雅干脆不做了，滕卫志给两个小家伙做。他们可不像他那样轻轻荡一下就行，他们要八叔推大力一点，喜欢荡得高高的。那欢笑声传遍整个后院。没多久，战印兄弟俩带着两个小的来了。乐乐和贝贝看到哥哥们玩得开心，他们当即就甩开了爸爸的大手，奔向哥哥了。大哥，二哥。战月叫了两个哥哥一声，曾小雅也礼貌地问好。战印温和地道：我们刚出屋门口就听到了后院笑声不断。两个小的肯定地说，哥哥们就在后院，他们要来凑热闹。战月笑道：宝宝和阿猛闹得太厉害，笑声传出老远，你们听不见才怪呢。贝贝都听到了他哥哥的笑声，自是能肯定哥哥在后院。就是我这里没有儿童乐园，我几乎都是种的树木。他们俩爬树、看鸟窝、荡秋千，交流一下功夫，倒也玩得不亦乐乎的。反复玩着都不嫌厌，反而越玩越疯。平时战月总觉得自家侄儿过于懂事了，没有小孩子的脾性，今天才知道，他对侄儿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有伴的话，宝宝能拆了屋又拆天，皮得很。你可以腾点空地出来，买些儿童游玩的设备器材回来安装，以后你的侄儿女们过来就有地方玩了。曾小雅建议地道，在她眼里，战月的别墅太大了，前院后院都大，前院有一个篮球场，一处泳池，还有几个花圃以及露天停车场。后院更大，她全都种上树，对小孩子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好玩的。战月说道，也是，那我让人砍掉一些树，买些室外的健身器材回来，还有孩子们喜欢玩的室外滑梯等，搭建孩子们喜欢玩的那些城堡。八叔，
要像老宅的游乐园那样。宝宝听到了大人讨论的话题，大声叫喊道。战月笑道：八叔这里地方小，可不能像老宅那样搞一个游乐园给你们玩呢。有滑梯，有小城堡给你们玩就不错了。他又对曾小雅说道：我们家老宅就有儿童游乐园的，是奶奶为我们兄弟几个打造的，等宝宝出生后，奶奶又让人将游乐园里的所有设备全都换成了新的，不输于外面的游乐园，反正小孩子们喜欢玩的项目都有。曾小雅笑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普通人都是花钱进游乐园玩，战家却是在家里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游乐园，不用以外面去就能玩到各种项目，天天玩也就那样，没有新鲜感了。等孩子们再大一点，带他们去马场学骑马，总要给他们一点新鲜的、刺激的才行。小雅，你会骑马吗？战月问他。曾小雅摇头，不会骑马，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过马，就只有去动物园了。但动物园我们也去的少，家里大人太忙，没时间陪我们去。小时候想去动物园，要等上1年，等到过年，家里大人有人轮休，才会带我们去动物园玩上1天。稍大点，学习又重了，更没有时间出去玩。曾小雅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貌似成了学习还是学习吧，不是家里人逼的，是他们自动自觉的学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有了奋斗的目标，知道不努力学习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，所以他们读书都是很努力的，从来不用家里大人管，更不用他们辅导，靠着自己的努力保持着成绩的优异。还不认识战月的时候，他以为豪门子弟的童年都是用来上各种课，学各种艺的，感觉豪门的人琴棋诗画样样精通的，那不是生来就会的，都是要经过日复一日的苦练才能学有所成。认识战月，看到过战家人对孩子的放纵，才知道他们讲究的是劳逸结合，是会给孩子安排很多学习的，却也给孩子们放肆的尽情玩的机会。他们还会陪着孩子疯玩，以后孩子们长大了，回忆童年都是快乐，就不会像他那样一起童年全是学习。对于战家的评分，曾小雅默默地将评分拉到了90分，这还不是最后的评分，以后肯定还会继续拉高评分。你想学骑马吗？我家也有马场的，想学的话去我家马场，我教你骑马，免费的，别人去学要收不菲的学费。战月笑道：咱俩是邻居了，你又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奶奶特别喜欢你，我不收你的教学费，免费教你骑马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的话，每次你休假，咱们就去学骑术。战印和战逸晨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再看向他们的八弟，默默地走去看几个孩子玩闹，不打扰八弟追妻。曾小雅说道：免费学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呢，要不你多少都收点教学费吧。也行，我给你打折，少收点。你什么时候想去跟我说一声，我带你过去亲自教你骑术。我们家兄弟的骑术都不错的，毕竟自家有马场嘛，他们学骑术容易。你想去动物园吗？改天有空了，我帮我兄嫂带娃，就带孩子去动物园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再说吧，现在也说不准的，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休假。行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想去的话就一起去。我很多时候周末都会被兄嫂抓过去带娃的，他们就出去约会，过幸福的2人世界。我多吐槽2句，他们就会说谁叫我是单身狗，还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就只能沦落到当奶叔了。曾小雅笑道：那你抓紧时间找个女孩子结婚，生几个娃，以后就叫你弟弟帮你带娃。你们出去约会？会的，等我遇到了我的正缘，会结婚的。现在不着急，等我七哥结了婚再说吧。反正目前长辈没有催我，早晚都会催到你头上来，催到再说。2个人相视而笑，在后院待了小半天，战月要开始准备晚餐了。
曾小雅跟着他一起回屋里去，几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，他们的爸爸在陪着。曾小雅和那2位战少没有话题，也不熟悉，还是跟着战月自在一点。老太太等人早就午休起来，在屋里商量着什么事儿，看到2个人回来，他们本能地停止说话。奶奶，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儿？战月走过来，好奇地问道。老太太说道，说着你七哥办婚礼请客的事，与你无关，你抓紧点，到你要结婚了，我们也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，你只管当你快快乐乐的新郎就行。行，那你们继续聊，我去做饭了。曾小雅对众人说道。我帮战月打下手，跟着战月进了厨房。老太太满脸笑容，轻声对众人说道，有没有觉得他们俩今天显得亲密点了？附和她的只有海童，因为海童知道战月和曾小雅平时是怎么相处的。三太太说道，妈，我们是今天才知道老八和小雅的事，还真不知道他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呢。海童说道，小雅在这里有点依赖战月，2个人就显得亲密了点儿。老太太说，那是对老八的信任。海童笑，奶奶说的对，老佛爷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孩子们都在外面玩吗？我出去看看。老太太起身要出去，还叫2个孙媳妇陪着她。不久后，所有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了，屋里就只有战月和曾小雅2人。曾小雅虽说跟着进了厨房，也不用她帮什么忙，战月自己一个人能忙得过来。不过她也没有出去，就在厨房里偶尔帮战月弟弟要炒的菜。看着战月一个人在忙碌，曾小雅悄悄地用手机拍了战月在炒菜的视频。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太阳西沉入海，白天便走到了尾声，黑夜即将来临。战月在厨房里忙了一个下午，总算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。曾小雅帮忙把她炒好的菜一碟碟端出去，摆放在餐桌上。12道菜都上了，她又用手机拍下了这丰盛的一幕。她觉得战月今晚烧的菜比中午厨帅准备的还要色的味俱全。每炒好一道菜，战月都会夹2筷子放在小碗里，让她尝尝味道怎么样。所以每一道菜她都尝过了味道，是真的好吃。战月还说她的厨艺不是最好的呢，说他六哥才是真正的大厨，说他六哥炒菜特别好吃，堪称神厨，还说他六嫂就是因为嘴巴太挑，只吃得下六少做的菜，然后就被六少拿捏住了胃，2个人结婚成了恩爱的夫妻。曾小雅说道，不是说你前面6个嫂子都是战奶奶提前挑好，让你哥哥们去追求的吗？是奶奶早就挑好的，但他们能拿下我嫂子们也是不容易的。六哥的确是靠着厨艺征服我六嫂，成功抱得美人归。用过了晚饭，又略坐了片刻，曾小雅就要告辞回家了。她今天可以说几乎是待在战月的家里，老太太以及2个儿媳妇硬是送了一份礼物给曾小雅。老太太的理由是曾小雅过来陪她聊天说话，占用了曾小雅的时间，要送份礼物给她。她的2个儿媳妇送礼物的理由是第一次见面，送份小小的见面礼，怕曾小雅收礼物会有心理负担。婆媳3人送的礼物都是一般般的，不算很贵重，但也不算便宜的，恰到好处，让曾小雅没有心理负担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曾小雅还是不好意思地对战月说道，我是早就答应了战奶奶的，来这一趟还收了你妈和你大伯娘的礼物，很不好意思。战月边开车边说道，他们送你的就是2套护肤品吧，一人才送1套，2套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，不算贵，这是见面礼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的。要是他们送你很贵重的礼物，例如我妈珠宝库里的那些昂贵首饰，你说不好意思，觉得礼太烫手还说得过去，不过是几千块钱的护肤品，你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。只要他们没有见过的女孩子，第一次见到对方，他们都会送的，不仅仅是对你如此。要不是怕曾小雅有心理负担，
他母亲早就送一套贵重的珠宝了。考虑到他和曾小雅目前还不是恋人的关系，暂时不宜送太贵重的礼物，就送一套几千块钱的护肤品。我奶奶送给你的是一盒燕窝吧？你说要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下如何保养，能够青春永驻。这不，他们送给你的都是保养的，也是战奶奶送给我的是能美容养颜的，你妈他们送的是护肤品，都是保养的。话说你的长辈保养的是真心不错，我奶奶他们也算是会保养的人了，但跟你奶奶他们比起来，保养的结果还是差了点儿。那是你家里人都很忙，我奶奶是早早就退休的了，退休后就折腾着孙子，那心情好得很，没有半点压力。我爸妈他们这一辈的人也是一样的，在我大哥能接班后就全都退休了，啥事也不管，儿子的婚事都不用他们操心，每天快乐无忧的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方法。他们又经常去美容院，护肤品用的都是最贵的牌子。我告诉你，他们送给你的这2套护肤品加一起都不足1万块钱，算是很普通的了，所以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，只要不嫌弃就行。曾小雅笑，我不嫌弃，我平时用的也是这几个牌子的护肤品，收入不低，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。曾小雅是不会亏待自己的，反正现在她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那紧张兮兮的日子结束，她也能过轻松的日子，护肤品自然就用好牌子。那我妈送你这套护肤品倒是送对了。战月笑道，你喜欢就好。曾小雅自然喜欢，一下子收到2套护肤品，让她能省下买护肤品的钱，省下来的钱吃点好的多香呀。